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9月17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如果你喜欢听故事，你不喜欢学习 HSK 的同学，你可以在星期二的时候来听老师说故事。好，那么每一则故事里面呢，都会学到一些新的词汇，还有听到很有意思的情节，故事情节啊，希望你们喜欢。好，那么老师今天也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是 Moon Festival， 今天是中秋节啊，农历的8月15号是中秋节。对，那么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要吃月饼，老师已经吃过月饼了，我们还要吃柚子，老师今年还没有吃到柚子。还有我们要赏月，你们今天有没有赏月？赏月就是看月亮，你们今天有没有赏月？那在台湾比较特别，我们还会烤肉 barbecue， 在台湾呢，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啊。有人问老师说，老师今天去哪儿串门子？哎呀，老师今天很忙，没有时间串门子。老师今天的课很多，然后电脑又出了点问题，老师不是上课就是在修电脑，所以今天完全没有时间出门哦。哎呀，今天太忙了。Tracy 说敬我一杯茶，送我一块月饼。好，谢谢 Tracy 啊。好，那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平安安的跟家人团聚，聊聊天，打个电话给家人吧。如果你没有办法回家的话，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说故事吧。好，中秋节快乐哦，各位同学。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呢，叫做如果你是仙人掌。如果就是 if， 如果你是仙人掌是什么样的植物呢？好，各位同学可以从这个照片看出来，对不对？仙人掌上面会有很多刺。好，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什么叫刺吗？刺呢，就是你碰到它之后会很痛，因为它很尖、很锋利，对不对？好，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字叫刺。好，刺的英文是什么？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好，懂英文的可以教我一下刺 thorn， 对不对？好，仙人掌上面有很多刺，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去碰仙人掌，不然会被刺伤，因为仙人掌上面长着很多尖刺很多刺还有玫瑰，玫瑰上面也有刺所以我们说有的女人好像很凶，长得很漂亮，但是有点凶，或者讲话有时候很不好听，我们可以说她是带刺的玫瑰。我们说一个人讲话带刺讲话带刺的意思就是他说话有时候呢不好听，他在讽刺你，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讲话带刺，就是说话不太客气，不太礼貌，而且呢在讽刺你。这个人讲话会让你有一点点受伤有的人讲话带刺，就是你听了会不舒服这种话会让你听了不舒服好，仙人的手上面为什么会有刺呢？你知道仙人掌有时候长的形状很像手掌所以我们就认为仙人掌是仙人的手掌。好，仙人掌好，带刺的玫瑰一个女生如果比较像大姐头，说话比较直接，她不怕说话得罪别人，她是个带刺的玫瑰有点像黑道女人的感觉。好，那么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有一天，好朋友突然问我说，如果你是仙人掌，你敢不敢跑到南极证明自己的生长能力？好，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好朋友突然问我，这个我呢，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作者
好朋友突然问我说，如果你不是人，你是一株仙人掌啊，你是一株仙人掌，你敢不敢？好，敢叫做 dare， 有没有勇气做这件事情叫敢不敢？跑到南极，好，地球的最南端，这个陆地我们叫做南极，证明，好 to prove， 证明就是你要你通常我们说证明自己的能力，对不对？你觉得别人可能怀疑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我要去证明我可以证明自己的生长能力。好，那么各位同学，这里呢，请你们特别记得dare 的用法。对，我刚刚说一株仙人掌一株仙人掌好，你看这个仙人掌长得像不像手指，对不对？真的有点像手，对不对仙人掌。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一听，好，一听就是你听别人说话的那个时候那个 the moment， 我一听刚好朋友在问他问题，他一听 upon hearing this， 我一听忍不住笑了。好，忍不住我们学过很多次了 ，cannot help， 对不对？忍不住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笑了。好，我忍不住哈哈哈笑了。如果我是一个仙人掌，你可以用一个，也可以用一株一株仙人掌。好，刚刚 Tracy 有打出来一株仙人掌有可能它会死，对不对？好，如果我是一个仙人掌，原本 originally 原本只能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各位同学，仙人掌本来就不是生长在南极的，仙人掌应该是在很热的地方。我们通常会在哪里看到仙人掌？沙漠，对不对？仙人掌是喜欢干燥的地方，所以通常你在沙漠可以看到很多仙人掌。而且呢，仙人掌原本只能生长在热带。好，各位同学，你们很多都来自东南亚，对不对？像印尼像这个泰国还有很多非洲的同学他们的国家都在热带地区，我们中文会说热带地区 tropical area。 亚热带地区像台湾台湾是在亚热带地区好，我们可以念亚热带，也可以念亚热带亚热带地区。好，也就是说，仙人掌是生长在比较热的地方比较热的地方，绝对不可能生长在南极，对不对对，沙漠很好不禁跟不由得比较正式一点忍不住是一个比较 like daily usage不禁跟不由得是比较 written language 比较正式的用法。各位同学，你们的国家是热带国家还是亚热带国家呢？在台湾台湾刚好被分成两半，台湾的南部是热带地区，北部呢是亚热带地区。像你们有的人是在印尼，那算热带国家、热带地区有的可能亚热带之后是温带地区，然后像俄罗斯啦，或者是北欧，他们叫寒带地区寒带地区。所以大家也学习一下不同的地区，我们有热带、亚热带、温带，还有寒带地区好，那看你们的国家是在哪里。有的欧洲、美洲是温带地区，像北欧、加拿大可能是寒带地区，巴西算热带地区巴西算热带地区。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刚刚说到了仙人掌呢，只能生长在沙漠或热带、亚热带地区，结果你却要我跑到南极，那么寒冷的地方，南极是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地方，都零下的，它的温度都是零下 below zero， 对不对？零下的，那么寒冷的地方，
我当然活不下去。好，当然就是 of course， 理所当然，对不对？当然就表示一定会这样子，一定会发生，就是当然的意思啊。好，我当然活，好，我们中文说活下去就是 survive， 活不下去就变成了一个否定的用法 cannot survive。OK， 活不下去就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啊。好，如果你是一株仙人掌，当然你跑到南极去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生存下来的啊，当然会死掉。对，仙人掌不会走，对不对？当然了啊，它是一个中文叫譬喻法啊，metaphor，英文也有譬喻法，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中文叫譬喻法，就是假装你是仙人掌啊。比如说，如果我是一只鸟，这是个 metaphor 啊，这是个譬喻法。如果把自己比喻成另外一个东西，譬喻法啊 metaphor。好，好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世界上的每一个物种都有适合它的生长环境。好，各位同学，世界上的 in the world 每一个物种，好，物种这个词请大家记起来，物种就像英文的 species，世界上有非常多的物种，对不对？可能有昆虫，可能有这个还有这个植物，对不对？植物也是物种，人类也是物种，对不对？然后可能有猫、狗等等，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物种，不同的动物，不同的植物。但是呢，每一个物种都有适合它自己的生长环境。有的物种只适合在寒带地区，有的物种呢只适合在热带地区，那有的物种呢都可以。像狗跟猫，它们的生长环境就比较丰富多样化一点，所以每一种物种呢都有适合它的生长环境。那如果你到了你不喜欢或你不适应的环境，那可能你就活不下来 ，cannot survive， 你就活不下来啊。好的，像我们人类如果到了沙漠，对，很好，我们就会缺水，我们一定活不下去，我们在沙漠会渴死，会干死，对不对？但是仙人掌可以，它在沙漠可以生存啊。好，如果有一天蒲公英，好，各位同学，你们可能觉得这个词有点难，老师什么叫蒲公英？好，这个的确是一个比较难的单词哦。但是你看这个照片，你就知道什么叫蒲公英。蒲公英是一种植物。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玩过？蒲公英是可以玩的，对不对？我们把蒲公英拔下来之后，用力一吹，吹气哦，我们说吹气啊，你用力一吹，用力一吹，或者是对它吹气啊，对它吹气。好，如果呢你有玩过蒲公英的话，你会对它吹气，蒲公英就会飞出去，对不对？飞散出去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用力一吹啊，或者是对它吹气 toward， 对它吹气啊。好，如果有一天蒲公英想变成大树，那么无论它怎么努力，它也没办法做到。好，蒲公英它就是蒲公英，它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一棵大树。好，它呢的功能并不是树，它的功能呢是可以让你一吹就飘出去的，所以它的外形、它的环境都跟大树是不同的。所以如果蒲公英想变成大树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好，它没有办法做到啊。好，那么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是蒲公英，你就可以做蒲公英做得到的事情啊，变成随风用力一吹可以随风飞出去的东西。那如果你想变成蒲公英想变成大树是不可能的，树有树的功能，树可以让人类做成家具，对不对？这是树的功能。如果你要大树变成蒲公英一样，我们可以吹出去，
大树也做不到。所以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的专长跟才能啊。有些事情你怎么努力，你就是做不到啊。比如你要男人生小孩，男人生孩子，再怎么样也做不到，这是女人可以做到的事情，男人是做不到的。有人说，女人比较细心，男人可能没有那么细心，对不对？所以每一个物种，每一个性别都有它的专长，都有它的才能在哦。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才能哦。好，但蒲公英开花之后，却可以随着风自由自在的飞翔。好，蒲公英开花之后，好，有一些植物它会开花，开了花之后就会变得很漂亮，像日本的樱花特别有名，对不对？3月、4月的时候，很多人去日本看樱花开花。好 ，open flower， 中文说 open flower 开花，却可以随着，好，随着就是跟着。随着风，蒲公英呢可以跟着风自由自在的，没有压力，自由自在的飞翔。好，所以呢，一般我们用飞翔是用在鸟类身上，鸟都会飞翔飞翔。好，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蒲公英被风一吹之后啊，它就会随着风飞翔出去。好，这位同学很久没看到蒲公英了，我也是很久没看到蒲公英了。好，白兰跟蓝墨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好，那么看遍蒲公英可以看遍世上的美景，然后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长，所以大树没有办法做到，大树只能在原来的地方生长。蒲公英可以随着风自由自在的飞翔旅行，然后蒲公英可以看遍世上美丽的风景，美景就是美丽的风景，然后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长。这个是蒲公英的使命。大树有大树的使命，蒲公英有蒲公英的使命。那各位同学，你们的使命是什么呢？你们要想一想。我们不要勉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要思考一下，如果你觉得我对教学很有兴趣，那这个是你的使命，我们就努力去达到它。如果你喜欢教学，你的父母却要你去当医生，那么可能你不喜欢当医生，你看到血会昏倒，那可能这不是适合你的一个环境，你就要思考，我是蒲公英还是大树？我的才能是什么？我应该要坚持我的想法。好，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好，对，使命你的目标，你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什么目标是最适合你，而你也最喜欢的？你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好 ，OK，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好，我们不需要看清自己，也不需要羡慕别人。好，所以各位同学，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我们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们有的人，天生就很喜欢音乐，有的人天生就特别会说话，有的人天生他的运动细胞就特别好，特别会打球，有的人特别会跑步，有的人特别会学习语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跟价值，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人，我们不需要 no need to 不需要看清自己。什么叫看清自己？就是觉得自己不重要，自己没有用，自己没有才能，都没有人爱我，我长得好丑，我呢是一个没有特色的人，这样的想法都是看清自己的想法。我们不需要看清自己，因为本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跟价值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去羡慕别人。有时候我们会羡慕有钱人，哇，他好有钱哦。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那个有钱人可能很羡慕你，有钱人可能会羡慕平凡的人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别人。
像有的人会羡慕理查老师，你好棒哦，你每天都可以上直播课，跟这么多学生教中文，你好棒哦，我好羡慕理查老师。可是理查老师说不定也很羡慕你们，哇，你们可以可能你们有的同学住在乡下，我也好想住在乡下哟。可能你们有的同学身材很好，理查老师也会羡慕你们。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去羡慕别人，每个人本来都有自己的价值跟长处只是你要了解你的长处跟价值在哪里。当你们羡慕理查老师的时候，其实理查老师也在羡慕别人，所以这个就是人好，对，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多去努力，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突破自己好的，所以各位同学，每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也有自己的长处跟短处，我们要多多发挥自己的价值跟长处好，不要你是蒲公英，你想要变成大树，然后呢，你是大树想变成蒲公英，其实呢，每一个物种本来就有自己的才能好，对，这个叫心灵鸡汤。好，那么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儿结束了。所以各位同学，不管你想当仙人掌也好，你想当蒲公英也好，你想当大树也好，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你要了解自己的价值是什么，也不要看清自己，更不要一直去羡慕别人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希望你们思考一下。如果你还不晓得自己的价值，没有关系，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追寻的过程，我们慢慢去追寻，开开心心的追寻，不要感到压力，但是也不能太轻松，不要浪费时间了好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老师给你们2个问题。问题1，仙人掌原本生长在什么地区？好，你们知道吗？仙人掌原本，好，这个词很棒originally， 原本生长在什么地区？好，在我们今天的文章里面有2个地区，提出了2个地区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好，很好，林子说热带地区跟亚热带地区。那简单说就是沙漠，对不对仙人掌在沙漠里可以看到。对，我们不要好高骛远我们有个成语叫不要好高骛远，这个成语可以学一下，好高骛远。好高骛远，骛还打不出来呢。好，谁帮我打一下好了？好高骛远，我这里打不出骛有了，林子很棒。我们有些人会好高骛远，就是哇，我的目标好远大，可是根本你就做不到，然后每天在偷懒，然后说我一定会达到我的目标，这种人就是好高骛远的人，好高骛远的人好，很好。热带、亚热带地区，仙人掌原本生长在热带跟亚热带地区，非常好，其实就是沙漠地区，对不对？好，问题2，蒲公英开花后会怎么样？好，各位同学，你们都知道蒲公英开花后会怎么样，但是你可不可以用中文把它表达出来？蒲公英开花后会怎么样？会随着什么，然后怎么样？好，所以其实老师告诉你们这些故事，是希望你们多用中文去表达出你要想的意思。蒲公英开花后会随着什么？怎么样的？怎么样？好 ，OK， 还记得吗？好，所以我们常常听故事的时候，要去思考一下，我刚刚听到的句子是怎么样。有的同学非常棒，他会边听老师说话，边把老师说的句子打出来，增加自己的记忆。下一次老师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完整的用中文把老师问的问题的答案表达出来。这个就是学习中文的方法。注意听老师说的故事，然后呢，多把老师说的句子打几次，
所以很多同学在老师的直播课之后，他又回看一遍，哇，在评论区下把每个句子都打出来，这对你的中文非常有帮助，可以有效的提高你的中文水平。所以老师建议你们多多的在老师直播课之后，把老师说过的句子一句一句的打在老师的评论区、留言区下面，来增加你的印象啊。Hello， 各位，中秋节快乐。对，蒲公英的种子呢会自由自在的飞翔，很棒。裴静也很棒，随着风，会跟着风，自由自在的飞翔。这种表达就是非常地道的表达哦。好，蒲公英开花后会随着风自由自在的飞翔。如果你把这些字打出来，你学到了随着，你学到了自由自在的，你学到了飞翔，所以你的中文水平就会进步了，因为你知道怎么说中文的句子啊。随着风自由自在的飞翔，非常好。你也可以说我自由自在的生活着牛自由自在的在草地上吃草，所以你会用自由自在，你会用飞翔，鸟儿在空中飞翔，所以你会用非常非常多的中文词语，多多的打字一定有帮助哦。好 ，OK， 好，没问题，你们都答对了哦。蒲公英开花后会随着风自由自在的飞翔。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文章已经念完了，我们来复习一些生词。老师会把这些生词念2遍，希望你可以找到哪一个图是这个词的意思。老师就不念它的英文了，你找找看哪个图是它的意思，你就可以更加理解原来这个词是这个意思哦。好，第一个生词寒冷，寒冷。好，你们自己找我就不告诉你们了。寒冷。好，如果你生活在寒带国家、寒带地区的国家，那么天气非常寒冷。好，第二个词物种，物种，物种。好，第三个词羡慕，羡慕。好，羡慕表示呢，你非常非常想要跟对方一样，可能他很有钱，你会羡慕对方。可能他有 iPhone 16，我也好想要有 iPhone 16。哎呀，理查老师教中文好像很棒诶，我好羡慕理查老师。好，羡慕都是我们会有的情绪哦。好，每一个人、每一个物种都有适合它的生长环境，还有自己的价值。很棒。好，再来看清，看清。看清表示呢，可能比如像这个图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会看清穷人看清的意思就是你瞧不起他，他很穷，或者是他很没有才华，你会看清他好，价值。好，人有自己的价值，东西也有自己的价值，比如说 iPhone 16的价值就很高，对不对？有的东西价值很高，有的东西价值很低，人也有自己的价值。如果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你是个口才很好的人，那么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对不对？你是个有目标、有价值的人。好，再来开花，开花。好 ，OK， 开花开花是哪一个图？很简单，开花好，所以这些图都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些词的意思。好，希望呢，对，瞧不起别人iPhone 16我买不起，我也买不起。我比较喜欢用小米手机，我不喜欢用 iPhone。好，那么今天的故事呢就到这儿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那么明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新 HSK 的词汇。那么我们明天见咯，希望大家喜欢老师的课。如果你想要提高中文的水平，就像老师建议大家的，你可以把老师说过的句子一句一句的打在留言区或评论区上面多多练习，想一下这个句子用中文应该怎么说，我可不可以把刚刚故事的句子都复述出来这个对你的 speaking 跟 listening 一定很有帮助
好，我们明天见喽，大家再见，晚安，拜拜。